常讲，国际政治就这样一团迷雾，它的真实跟虚幻你完全搞不清楚谁真谁假。而这次川普，我们先打了委内瑞拉，现在又打了伊朗，这两者之间有什么样的关联？会看到一个以色列，他的能源专家特别讲说，这是一场什么战争？他居然讲说那是一场氧气战争。那为什么是氧气战争？那是对中国的氧气战争，因为原来中国这几年来，别人不敢碰的国家他敢碰，别人不敢买的石油他敢买，别人不敢做的交易他敢做，所以他居然刚刚讲，我可以从伊朗，我可以从俄罗斯，我可以从委内瑞拉买到非常便宜的油。那美国过去对这个东西完全束手无策，可是没有想到碰到一个更狠的。现在美国的鹰派抬头，美国的右派抬头，这些鹰派跟右派觉得我要一碗把你端掉，端掉干嘛？我不是要跟你中国发动战争，而是我要把你中国周边的氧气给吸光。对，没错。实际上，这个以色列的这个报道是说呢，他们这一次川普发动的是对中国的一个叫做氧气之争。那氧气之战是什么意思呢？因为过去一段时间，就如同宝洁讲的，这个中国呢老是跟这个美国制裁的国家或者全世界不敢买的石油，哪里有便宜我哪里就去买。比如说他跟这个伊朗买。伊朗买的话，听说它便宜大概10多块美金左右一个状况。对，跟俄罗斯买也是比较便宜，就是打折的一个境况。那你更不用讲跟委内瑞拉，跟委内瑞拉是我给你这个资助的时候，你跟我换油，用以物易物这样的一个方式。虽然过去几年的时间呢，它光是从这3个国家拿到这个油价非常便宜的，就不知道为他们国家赚了多少钱。那现在呢？美国的鹰派抬头之后，右派抬头就说不行，我们要逐一斩断中国的氧气。所以中国的竞争力不但是说我有便宜的劳力，不但是我有便宜的土地，重点是我可以买到比别人更便宜的石油。对，很多人讲为什么台塑四宝、台塑集团这几年这么惨？对，就是你完全没有办法竞争，是因为中国那些茶壶工厂，他买到的油就比你便宜2成。对，它便宜2成之后炼出来就是比你便宜，你怎么拼都拼不过。就算你台塑再会 cost down， 也没有用，少不了那10几块美金的这个油价。所以呢，为什么中国这几年来说的话，经济他们受惠非常大？那现在呢，简单来说。以色列报道就我先把你这个委内瑞拉端掉，然后再把伊朗端掉。那你俄罗斯呢？事实上，俄罗斯跟中国有一个很微妙的关系。你中国又很怕这个我能源完全依赖俄罗斯。那俄罗斯对你也怀有这个野心，所以2个国家其实未来怎么样不知道。所以来说，这个增加了中国未来呼吸的困难度。好。那我讲那是呼吸的困难度，但我今天跟大家讲，事实上还有另外一个更重要的是，现在川普搞不好会斩断你的生命线。斩断生命线？为什么斩断生命线？我们知道说，过去我们曾经说过，中国有一个叫做马六甲困境，对不对？我们在节目上讲过非常多次。那马六甲困境的时候，中国当时就说，那我们要绕过马六甲困境的时候，所以中国去投资缅甸的皎漂港。投资斯里兰卡的这个汉班托卡港，投资这边的瓜达尔港，我用这样的话，我就可以绕过，你看我就可以直通到中国去啊，我不需要通过马六甲海峡，所以马六甲困境我就可以破除。好，所以你有这样子的方法 ，OK， 现在川普就直接把你的源头把你扼杀住，我就控制住你的荷姆兹海峡。荷姆兹海峡控制住，我控制你的所有的石油啦。你就算你再怎么绕，你就是绕不过荷姆兹海峡，因为你后面都是支点。是，关键在哪？关键我们昨天讲的哈尔克岛。对，哈尔克岛把这个掌握住了以后，你本来想要从哈尔克岛弄到贾斯克岛，贾斯克港以后，我再弄了一个中巴经济走廊，直接的进到了这个新疆克什。对，可是如果我的油源92%。都在这个地方把你锁住了，对，你根本是一滴油都出不去。对，我就跟他讲，事实上中国为了这个事情，他也布局了非常久。他在这个地方有这个瓜达尔港，原本瓜达尔港他们的规划是这样，我们昨天不是讲吗？他有一个哈尔克岛，在这个地方要贾斯克港，原本有个油管，他这个油管还要继续再往这个瓜达尔那边拉过来的话，以后伊朗的油是可以直接进到瓜达尔，再透过中巴的这个经济走廊直接进到中国，完全可以不需要。可问题是这个油管呢根本没有盖好，所以等于是中国还是需要通过荷姆兹海峡。对，那现在川普就知道了，我就控制住你这个荷姆兹海峡。我现在你再怎么绕，我永远都绕不出我的手掌心嘛。这样我们跟他讲，你要想说这个到底为什么这次这个美国一定要把以色列把伊朗打到死？其实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我们跟他讲，美国的这个右派里面有一个非常大的想法，就是我们呢要在中东和平化，其实我们就要把伊朗除掉特别是伊朗的神学政权。为什么要把伊朗的神学政权除掉？你看这几年来说，中国在后面资助伊朗，那伊朗有这个余力来说，你看也门他扶持这个反叛军对抗政府，对，然后在伊拉克他有这个民兵组织对抗政府，叙利亚也有，黎巴嫩的真主党，还有因为这个在以色列这个哈马斯在这个哈萨走廊，这些都是
伊朗在后面扶持的、对，这个美国把它叫做反抗之虎嘛。我只要把伊朗斩除掉之后，这些都没有了之后，中东就是一片和平啊，一片和平。所以我跟他讲，事实上你要说这一次好像是纳坦雅胡，事实上纳坦雅胡在这个2023年，当时不是这个哈马斯攻击这个以色列的时候，他一直在打仗，可问题是当时拜登根本不理他，你打自己打，他根本完全不理你嘛。可是后来呢，听说是怎样？听说是美国的右派，像什么卢比欧啦等等一大堆这个参议员呢，带着这个所谓的纳坦雅胡去见川普说，然后川普就说好，那我们就打吧。而且你知道这一次听说在整个攻击的过程里面来说，原本川普在这个2月27号前几个小时来说啊，我们不一定会打，但是后来坐到空军1号上面来说，跟这些参议员，特别是德州的右派参议员开会之后，就决定开干。所以呢，显见美国这一堆右派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国内的这个参议员，还有包括说像以色列，事实上是推动了这一次川普进行这次行动。所以要跟你讲，川普一定要做到最后，这样消灭伊朗的神学政权，然后同时控制这个所谓这个荷姆塞峡，然后控制住这个伊朗的油田，就完成他这一次所有的任务了。好，吴总，你曾经讲过，这个全世界都是一盘棋，这个一盘棋你要看出幕后的关联。所以我们看到现在以色列的分析家讲的，我现在打的是一场氧气战争。为什么是氧气战争？因为我透过别人不敢跟伊朗交易，不敢跟委内瑞拉交易，不敢跟俄罗斯交易。现在刚刚讲到，我每一个伊朗的石油平均便宜8到12块。我今天跟这个俄罗斯买的石油，如果是油管的，便宜5块；如果今天是这个乌拉区的话，我大概便宜到10块左右。今天跟委内瑞拉更重要的是，我以物易物，我根本不知道后面多少钱。那现在委内瑞拉有没有出口？有，它每天还是出口了几十万，可是那个油跑去哪里？不去中国了。那个油去哪里？去欧美了。现在委内瑞拉谁在控这个油？是美国在控制这个石油的一个走向，代表你以前可以用便宜的价格买到油的这些权利都被我扼杀掉了。我觉得有一种生意哈，叫做什么生意你知道吧？叫做走私。走私这个生意啊，从人类以来哈，从来没有断绝过。对，什么叫走私？中日战争在打仗的时候，我们有没有三不管地带在以物易物的？有的走私嘛，走私是保赚不赔的生意。那这个就是从走私的概念开始发展出来，政府不准，对不对？制裁，好，制裁我白天不能卖，晚上卖可不可以？晚上用偷的可不可以？变成赃物，赃物什么？分赃，它怎么分赃？你知道吗？好，我是油，对不对？我要油卖给谁？最后要卖给炼油厂，对不对？那中间怎么运呢？这边就要港口啊，因为港口就被卫星就开始监控，对不对？监控完了之后叫船啊，那船在游轮在海上跑的时候要干什么？它要发信号，要坐标啊。那所以它变成发展出来一套系统化。它怎么搞？你知道吗？它不是把这个油送到你的炼油厂，它是在海上哦，海上以船跟船做交易啊。对，它2条船直接把油就把它传过来，就倒过去了。它很离谱的这种交易，这叫做影子船队，shadow， 你知道吧？所以不是从我这个港口送到国民的港口，是我的船走到路中间，国民的船也到中间，让我们2个交货。就海上可以交货，我们不是有海上贸易啊？台湾跟大陆以前不是有很多买到很多鱼吗？是中国渔民打的鱼，我们的海上交货，我们的百货，我们的牙刷牙膏卖给他吗？我们走私牙刷牙膏，你没听过吧？两岸多得很，我告诉你。好，所以我讲的概念这个东西，好，那这个就变成系统化哦。为什么？它已经被封锁了几十年了，对，它就开始变系统化。那系统化情况之下，就变成一笔黑账，就变成一个黑色交易。黑色交易谁来干？政府不能干哦。有特殊身份哦，对不对？所以中国大陆的官方中国石油不敢买这种石油，它都是挂名给一些小型的炼油厂。它叫茶壶工厂。对，我怎么会有这种工厂？我研究中国大陆研究那么多年，没有看过说有一个油厂叫做民间炼油厂。你听都没听过，那就是大陆的官方在后面嘛，所以它整个我刚才它已经变成系统化，系统化之后开始就卖的就是赃物，卖了赃物之后，然后你要注意到哦，这个卖的人是谁，这才可怕。伊朗就是革命卫队，他的获利就是他，所以他非要把他打掉不可啊。你知道委内瑞拉是谁？也是一样啊，委内瑞拉就是总统在干这个事情啊，然后越干，他从300万桶干到变成70几万桶，为什么？因为他搞了半天，他没有办法更新设备啊，
它零件拿不到啊，就越卖越少，但是越来越发达，越来越发财，所以它整个系统化已经变成了造成每一年中国大陆可以在这上面买到便宜的油，从100亿美金到150亿美金。所以你现在川普现在砍的，所以我的 discount 有100亿美金到100亿美金的利润，他可以省下那么多钱。你刚才讲的10%几%我们都不管，总的total 的总的金额来讲的话，是100亿到150亿美金。对，你看他搞了几十年了，算那中间有多少人在里面介入？他还有明账还有那么多钱，暗账还不得了的钱。所以这一次他打掉这个东西。如果把伊朗打掉以后，你看委内瑞拉被打掉，对不对？对。结果卖到欧洲去了嘛。卖欧洲。那以后它叫国际市场。那奇怪啦，怎么会卖到欧洲呢？因为他跟这个现在的当时那个马杜罗抓走之后的副总统，他们签那个约，你所有的石油经销权交给我。我不是跟你去挖石油，对，我要经销权，然后后面我要投资你。所以呢，川普完全用做生意那一套，我先干贸易商业，再来搞产业，一步步来。伊朗一样要这样干，他根本不管你伊朗人的死活，你将来的伊朗的石油我来卖，他要这个权利而已。其实这个权利要求的不是很多，他很不这个一样，而且什么？伊朗会获利啊，整个国家会获利啊，对，不是到私人口袋，对不对？好，那最后是哪一个国家？中国，不是俄罗斯。俄罗斯，哇，那这个问题大条了。那俄罗斯到底是要跟中国继续变成战略伙伴关系呢，还是俄罗斯干脆就跟老美开始合作了？因为我收入增加了嘛。对，我通通明面啊，我不要给你 discount 了。对我没有什么 discount， 也没有什么制裁的问题都没有，还有。美国会来跟他做其他的生意往来啊，所以他用很大的诱惑力，最后的目标其实就是 isolate， 就把原来的这个食物链中国的利益这100亿到150亿切断之后，中国变成一个独立的个体。然后第二个更糟糕的，中国是政府补贴，然后外销全球，对不对？它的产能过剩，价格像比亚迪可以有补贴你多少钱，几亿补贴，以后没有了。没有钱啊，他没有额外收入，所以他整个的 GDP， 它的生产总量会因为这件事情影响开始会下滑。他现在虽然今年虽然定的是5%的这个他的两会定了5%的 GDP 的成长率，对不对？现在我昨天看报纸上写，各地的很多省份的省长跟省委书记开始在哀，他们做不到了，情况越来越坏，所以已经浮现在台面上。57台每晚9点，宝洁点兵点出全球战略新布局。